人只是跑到女儿的公司实个习，没想到入职后每天都要用枸杞泡水喝。上班时因为不会用电脑被同事嘲笑，回复客人信息时又因喊对方为同志被投诉。无奈女总裁只能带着父亲去拍卖会见世面。没想到父亲只是看了一眼要拍卖的凶宅，竟然想都没想就花4个亿直接拍下。他认为竞拍就要有气势，这样才能压得住别人。女总裁听到他的报价差点吓破了胆。就算他把公司卖了也没有4个亿啊！而且拍下不付款的话，不仅要赔付50%的违约金，还要被送进监狱。父亲没想到女儿连4个亿也拿不出来，于是笑着说自己有钱，让女儿别担心。女总裁觉得老爸肯定是得了老年痴呆，刚退休的他连5000块钱都没有，还敢说自己有4亿买地皮。举办拍卖会的会长大骂男人简直就是胡闹，如果买下这块地，他女儿的公司就要破产了。看女人哭得梨花带雨，他便破例决定重新竞拍。没想到父亲再次举起了牌子，4个亿。这下女儿是真的急了，斥责父亲把自己往绝路上逼，男人却说自己真的有钱。所有人都骂男人是跳梁小丑，全都等着看他的笑话。殊不知男人的真实身份是顶级财团的董事长，在金融行业内是首屈一指的存在。电商行业的创始人见到他也会点头哈腰，就连万众瞩目的一线女明星也为他倾倒。然而他却从没告诉女儿自己所拥有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让她能靠自己的本事长成参天大树。女儿确实没让他失望，优秀的她和2个闺蜜一起创办了一家电商公司。因为年轻时没时间陪伴女儿，功成名就的男人决定到女儿的公司应聘实习生。可女儿知道这件事后，却觉得父亲是在添乱，便将他打发走。没想到他却带着简历和介绍信来到了公司面试。几个闺蜜合伙人得知这件事后，全都无奈的笑了，让他还是回家享享清福吧。连电商是什么都不懂，根本没办法工作。这时商会会长来到公司视察，看到他们居然聘用这么大岁数的老头当实习生，大发雷霆。得知是女总裁的父亲后，瞬间火冒三丈。不妙！林雨婷，你爸不懂事，你还不懂事吗？你明知道今天会有很多大人物要来，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跟我闹出幺蛾子来，你成心的吧你？可下一秒他看了一眼老头的介绍信，瞬间亚麻呆住了，因为那署名竟然是顶级财团总裁的名字，这可是自己惹不起的大人物。他立马换了一副面孔，让他带着父亲去公司熟悉一下环境，不要因为他年纪大了就心生嫌弃。入职后的第1天，女总裁让他从最基础的客服工作开始，没想到回复的一句同志让对方直接进行了投诉，又因为不会电脑让女儿一个头2个大，只能让他和自己一起去接待电商行业的创始人。那个就是陆晨吧，好有气质呀！他如果能实习的，咱们可以起飞了。别想了，人家刚回国就受到许多一流企业的邀请，可人家都看不上。你们这么年轻，不要妄自菲薄啊！陆先生， Bonjour, le représentant. Nous sommes impatients de travailler avec vous cette fois. 我也不想妄自菲薄呀，可是我连人家说什么我都听。周敏，我早就劝你赶紧补英语了，这都听不懂，简直是丢了我和雨婷的脸。哎，不会就我一个人听不懂吧？林叔，你肯定也听不懂英语，对不对呀？英语那是法语。法语？合着你们2个也听不懂？耍我呢？对呀，谁叫你傻呢？哎，爸，你真能听懂啊？你赶紧告诉我，他们聊什么呢？哎呀，还是算了吧。哎呀，林叔你就别卖关子，你快说呀！哎，他们不会在聊什么商业机密吧？林叔，你快说话呀！不是商业的事儿。那是在聊什么？难道是什么新兴项目产业？那也不是。你急死我算了，你快说呀！他们在聊会所梦魔。啊？